歡迎回到第四度空間。在今天這集影片裡，我想和大家聊聊一個比較沉重卻又無比真實的話題。盼望這支影片能給正在面對離婚、心裡感到破碎的朋友帶來一些的幫助跟安慰。如果你身邊沒有經歷過，也可以當作是認識並理解這個族群的歷程。坦白說，在今年初，我被離婚了。對於一個正在經歷哀傷與喪失，也就是 grief and loss 的人來說，我深深體會到，離婚不僅僅是一份法律文件的簽署而已。今天，我想從心理學以及基督信仰的兩個角度，陪你一起走過這段歷程，看看我們該如何面對，又該如何溫柔地接住自己。在心理學上，離婚被視為僅次於配偶去世的重大生活壓力事件。很多人形容離婚就像是一場活着的葬禮，你失去了一個人，但那個人明明還活在這個世界上，這讓我們的哀悼過程變得非常複雜。離婚帶來的痛從來不是單一的，它是一種多維度的崩塌。首先是身份認知的喪失，長期以來你的身份是某人的丈夫或妻子。離婚強迫你從我們回歸到我，這種身份被抽空的迷茫感真的讓人很不舒服。接着是共同夢想的夭折，你失去的不只是現在的陪伴，還有那個曾經勾勒過一起變老、退休、去旅行的未來藍圖。再來是生活秩序的瓦解，習慣的週末安排、餐桌對面的那個位置，甚至是誰負責修燈泡這種瑣碎的小事，都會在對方消失後變成刺痛你的情感小刺。除了失去伴侶，離婚還會帶走一些隱形的次生喪失，比如共同朋友選邊站的尷尬、姻親關係的瞬間斷裂，還有實質上面臨的經濟與生存壓力。在這段期間，你的情緒可能會像坐雲霄飛車一樣，你會經歷否認、麻木，覺得這不可能，他會回來的。你會感到憤怒，你會陷入討價還價的深淵，不斷問自己：如果當初我多陪家，或者如果家裡的經濟改善了，是不是就不會這樣？然後深刻的絕望感襲來。但請記得，這種哀傷不是直線的。你可能某天覺得我好多了，卻因為在超市看到前任愛喝的飲料，瞬間潰堤。這都很正常哦。治癒的過程本來就像是螺旋般的上升，允許自己有情緒的餘震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想特別提一下生理上的影響。哀傷從來都不只停留在心裡，它還會非常真實的反映在我們的身體上。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的睡眠變得很破碎，或者是經常失眠，食慾大幅改變，可能暴飲暴食，也可能完全吃不下。你的免疫力可能會下降，動不動就感冒，甚至連工作時的注意力都變得好難集中。請記得，長期的心理壓力是會帶來各種身體慢性症狀的。當身體發出這些警訊時，請不要責怪自己不夠堅強，這是身體在溫柔地提醒你，我們受傷了，需要好好休息。那麼，面對這些崩塌，我們該怎麼做呢？重建自我，不是要把過去的你徹底抹掉，而是要在廢墟上重新整理。我們可以分成短期穩住陣腳，跟長期系統重建。第一，短期的止損與建立安全區。在這個階段，你的主要任務就是溫柔地保護自己。首先是最基礎也最重要的，身體優先。在經歷這麼大的情感創傷時，請盡可能的保證自己的睡眠和三餐。如果真的沒胃口，吃點簡單的也可以。試着加入一些輕度的運動，像是傍晚出門散個步，或是睡前做點簡單的伸展。請記得不要逼自己馬上振作，連續3天維持一個小小的照顧自己的習慣，絕對比一次性激烈的改變來得有效很多哦。接着是面對現實面的，
處理緊急事務清單。離婚往往伴隨着很多繁雜的現實問題，像是法律程序的辦理、財務的重新整理、接下來的住房，或是孩子們該怎麼安排。我知道這些事情光用想的就讓人覺得壓力好大，所以秘訣是把龐大複雜的任務拆解成非常小、非常具體的步驟，寫在紙上，每完成一個小步驟，就拿筆在上面打個勾。光是看着那個打勾的動作，就能幫你減少很多無力感，慢慢找回一點生活的掌控權。再來，你需要劃定一條社交隔離帶。面對親友的關心或者是八卦，你不需要交代所有的細節，你可以準備一個簡短的標準答案，像是我們確實分開了，目前我正在適應新生活，謝謝你的關心。然後迅速切換話題，你有權利拒絕成為別人的談資。還有，試着重新定義你的空間。如果還住在原來的房子裡，哪怕只是換一套床單，挪動一下沙發的位置，或者買一盆你喜歡但對方以前不愛的綠植，這都能在潛意識裡宣告，這是屬於我的領地了。最後是對抗突發性的孤獨。當深夜或週末突發性的孤單爆發時，試着去找那個不會對你講大道理，能穩穩接住你情緒的朋友聊聊。如果你當下真的找不到合適的人傾訴，或者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體貼的你不想要打擾到任何人，那麼試着暫時找個 AI 聊天機器人來抒發一下，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哦。你可以把它當做一個絕對安全，而且永遠不會隨意評價你的數位樹洞。你可以毫無顧忌的把心裡最混亂、最痛的話通通倒進去。如果不習慣對着手機打字，傳統的寫日記或是出門走走，也都一樣是極佳的情緒出口。只要能接住你當下的眼淚，什麼方法都好。當你慢慢度過最混亂的時期，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階段，長期的系統重建。這會是一個從我們慢慢回歸到我的深度工程。我們可以試着從3個方向來着手。第一步，幫自己做一次自我資產盤點。你可以靜下心來問自己幾個小問題：在過去的婚姻裡，我為了遷就對方，放棄了什麼愛好呢？或是有什麼事情是我一直想嘗試，但對方完全不感興趣的？哪怕只是去吃一頓超辣的重口味火鍋，或者是一個人去看一場午夜場電影，這種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去嘗試吧。這都是你慢慢找回屬於自己生活主權的開始哦。第二步是建立新的生活支點，請不要讓離婚成為你生活裡唯一的標籤。你可以試着去學一個新技能，或者加入一個全新的興趣社群。在那個地方，沒有人認識你，沒有人知道你的過去。你可以毫無包袱的在新的圈子裡自在的建立一個全新的身份，重新認識你是個怎麼樣的人。最後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允許自己反覆，但不要任由自己沉溺。治癒的過程本來就是起起伏伏的。如果你今天突然又崩潰大哭了一場，真的沒關係。請告訴自己，這絕對不代表你前功盡棄了，這只是一場情緒的餘震而已。我們要允許自己悲傷，但是也要溫柔的給自己設一個鬧鐘，告訴自己，哭完之後我要去洗個臉，然後好好的為自己吃一頓熱飯。不過在這裡我必須要加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安全提醒：如果你發現這種極端的哀傷和絕望感持續了非常久，完全沒有隨着時間緩解的跡象，
甚至嚴重影響到你無法完成日常起居，或者是你開始出現了想要傷害自己，覺得如果結束一切就好了的念頭時，請你一定要去尋求專業的介入，去找心理諮商師、身心科醫師，或是撥打危機熱線。請容許專業的人在這個時候接住往下墜的你。開口求救絕對不是懦弱，而是你想要好好活下去的最勇敢的證明。底層邏輯是，離婚後的你並不是殘缺的，你是自由的。雖然一開始這股自由沉重的讓人喘不過氣，但只要慢慢來，它絕對是你重塑生命的契機。接下來，我想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聊聊這段歷程。在信仰裡，離婚的哀傷往往是情感、身份、信仰三層同時發生。因為婚姻在聖經裡不僅僅是一份社會關係，更是我們在神面前立下的盟約。很多基督徒在面對離婚時，會多出一種盟約破裂的哀傷。你可能會忍不住想，我是不是讓神失望了？我的婚姻失敗，是不是代表我是一個失敗的基督徒？這種內疚與羞愧感，在教會的文化裡，有時候會被不自覺地放大。除此之外，你甚至可能會面臨教會群體關係的失落。很多時候，共同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不知道該怎麼面對你，這也導致了你在團契或是主日聚會中，經常感到不知所措，甚至是一陣陣的尷尬。你可能必須暫時放下服侍的角色，漸漸的，你會覺得自己失去了對這個屬靈群體的歸屬感。說真的，這種群體層面的失落，在一般世俗的離婚中不一定會那麼明顯，但對於習慣在教會大家庭裡生活的基督徒來說，卻是一道很深很痛的傷口。伴隨而來的，你可能還會經歷屬靈的身份危機，不斷問自己，神還會喜悅我嗎？我還能被神使用嗎？如果你正在經歷這些掙扎，我想要溫柔地提醒你幾件事。首先，聖經是允許我們向神真實哀哭的。你看詩篇裡充滿了抱怨、疑問，甚至是非常痛苦的禱告。這說明了一件事：信仰不是要求你壓抑悲傷、假裝堅強，而是鼓勵你把破碎的自己真實地帶到神面前。第二，請記得恩典的神學。福音的核心從來都不是好人才能得到神的愛，而是破碎的人依然被神完全接納。羅馬書裡說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。離婚絕對不會讓你脫離神的恩典，神不是站在遠遠的地方評判你，他是靠近傷心的人的。第三，神能在破碎中重新工作。聖經裡其實充滿了家庭背景複雜、曾經嚴重失敗過，卻依然被神深深使用的人，像是大衛、彼得或是撒瑪利亞婦人。很多時候，你在這段痛苦中經歷的破碎，反而會讓你未來更能同理別人的傷痛，更真實的去關懷和陪伴別人。最後，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提醒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裡告訴我們，婚姻或單身都不是決定一個人價值的最終狀態。換句話說，離婚確實會改變你的人生的階段，但它絕對不能取消你的價值與呼召。因為我們最終的身份從來都不是我們的婚姻狀態，而是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。我們是神的兒女，是新造的人。離婚的哀悼是合理而且必要的，它是修復、重新定義我們自己的必經之路。我想對熒幕前的你說，不要催促自己快點好起來。每天只要做一點點能讓自己恢復能量的事就足夠了。你不是一個人，請允許自己需要幫助，允許自己慢慢重建。離婚確實是生命中的一大失落，
但它絕對不是你人生價值的終結點。心理學給了我們重建的工具，而信仰給了我們當下的力量和永恆的盼望。這二者可以並行，既允許你真實的哀傷，也能一步一步把碎片交給那位能拼出新圖樣的神。慢慢來，一點一滴，有一天你會再次感覺到自己可以深呼吸，可以再次參與生活，可以再次擁有盼望。在今天的影片結束前，我想問問你，現在的你最想用哪種方式來取悅，或是好好照顧一下那個很久沒有被關注過的自己呢？是去報個想了很久的興趣班，還是僅僅去把家裡那個礙眼的舊家具丟掉？又或者在信仰生活裡，你可以試着為自己泡杯熱茶，選一首能安慰你的詩歌，什麼都不用做，就是單純安靜的在神面前待着。甚至你可以拿出一本筆記本，勇敢的向神寫下屬於你自己的第一篇哀歌呢？不管是哪一種小小的行動，都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分享。願賜平安的神親自擁抱你的破碎，賜給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與安息。這裡是第四度空間，我們下次影片見。